美国拿台湾问题访华，就像吸毒一样，已经成瘾了。美国的台湾政策不改变，后果只能是越来越恶性。所以说，第4次台海危机刚刚开始，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的专家感叹，第4次台海危机才刚刚开始。佩洛西参访台湾引起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反应，在美国的战略研究界引起了反思。最近，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副教授托米发表文章，认为第4次台海危机才刚刚开始。所谓的4次台海危机，指的是第一次1954年到1955年的沿海岛屿作战，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盘踞的浙江沿海岛屿发起了进攻作战，特别是收复了一江山岛。第二次是1958年的炮击金门。第三次是1996年大陆发动的台海大规模威慑性的演习，第4次就是这一次了。4次台海危机的说法还是有根据的，而且可以发现每一次台海危机都和美国有直接的关系。说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局势的老鼠屎搅屎棍，那是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正好是朝鲜战争刚刚打完的时候，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之下，不断的骚扰大陆，迫使我军发起收复沿海岛屿战役。新中国建立于1949年，第2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因此中美的主要对抗战场放在了朝鲜半岛。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对这一场他没有能够打赢的战争耿耿于怀，所以呢，他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来找新中国的麻烦。盘踞在浙东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反复的袭扰大陆，破坏航运和渔业生产。特别是1954年初美台运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意图将协防范围扩大到我浙江、福建沿海。解放军不得不发起大规模的收复沿海岛屿的战役。1958年的台海危机呢，应该说是中国方面的主动出击。当时美国强力介入中东问题，中国政府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也是对多年来美蒋勾结、对新中国进行破坏的行为进行警告和报复。解放军呢，组织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炮击金门的行动，迫使美国海军把一大部分兵力回撤东亚。这一次炮战，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测试出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和决心，不过如此而已。从1958年之后呢，中美双方斗争的主战场就从台湾海峡转向了越南。越南战争前后近30年，美军大规模的介入11年，造成越南呢160多万人死亡和整个印度支那1000多万难民的流离失所。到1975年越战结束的时候，战争给越南留下了一片满目苍夷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也让美国人是疲惫不堪、苦不堪言。美军死亡5.8万人，受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撤军回国以后，还有8万多名退伍老兵因为战争综合症自杀，这个数量比在越南战场上直接阵亡的总人数还多。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认识到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美西方国家休想赢得冷战的胜利。1971年呢，尼克松看准利用中苏的分歧和矛盾，顺利的实现了访华。从那以后，中国和美国进入了合作状态，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国马上就成了美国的下一个目标。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全面进攻的策略，台湾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当时美国攻击中国的主要借口是所谓的人权问题。李登辉及其鼓动起来的台独分子们只是这场反华风浪的一部分浪潮而已。上个世纪90年代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全世界找对手。美国不但在东亚对中国进行挑衅和压制，还在伊拉克上空执行禁飞区的计划，在一个主权国家竟然禁止人家的航空器飞行。在欧洲呢，打响了蓝联盟战争。1996年的台海危机仅仅是美国干预他国内政、武力威慑其他的主权国家的一个典型的事例。
2001年的911事件呢，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了全球反恐战争。虽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台独分子依然非常的猖獗，但是台海问题没有上升为中美之间的主要矛盾。直到2021年拜登上台，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淡化在伊拉克的行动，20年的反恐战争呢，算是灰头土脸的结束了。美国一腾出手来，立即就上马全面的访华攻城。但是几年较量下来，贸易战没有打出个有利的结果，制裁新疆的产品呢，也没有什么成效。制裁中国的芯片业，只能促使中国的芯片业发展得更快。反复权衡之下呢，只有台湾问题还可以被美国用来大做文章。反对新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如果其他方向找不到抓手，美国就要拉台湾来搞事儿。美国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痛处，会随时捏。多年来的屡试不爽，使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和毒品效应。明明知道自己的反华策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忍不住要搞。中国政府一再警告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希望美国能够正确对待。但是美国拿台湾问题反华，就像吸毒一样，已经成瘾了。美国的台湾政策不改变，后果只能是越来越恶性。所以说第4次台海危机刚刚开始，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好，这句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里。